我渡仙门各大山门的弟子，并无长庚之名，想来是坊间以讹传讹传错了吧？放晴，你这雕虫小技，渡仙门1000年才出那么个好仙苗，你是怕被我挖了去，所以把它藏起来了，是不是？道友，我们行了，你既决心骗我，你觉得你的话我还会信吗？你藏得了一时，藏不了一世。找不到这个长庚，我就在你渡仙门住下了。不知道友驾临渡仙门所为何事？他就忙什么呢？他就忙啥呀？放心啊，老头儿，哎，你，我听说你们渡仙门有一个叫长庚的，渡了那个什么九霄神魔劫，认识一下，以后咱们就打交道啊。我渡仙门各山门的弟子，并没有长庚这个人。你岁数大了，记性不好了。他跟我同辈。那小屁孩装什么老大啊？哎，这样，我找2天，找着呢我就走，没找着呢，没找着我也走，行吗？我这住个2、3天，你给我安排一下。你们那么多人，所以你安排的地方要大一点，还有吃的喝的，反正你安排吧。兄弟们，那我们就在这儿吃好喝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完事账呢，老头你记下账啊，让你付。走。是的。高人族公主姜思儿率南海明珠瑞士拜见渡仙门各位长老。我听闻长庚大仙就在此。长庚不是渡仙门的弟子，公主去别处找吧。哇！为鲛人族友人安排住处。哎，那是长庚，难怪天道不批我。哎呀，是个狠人，委屈你一会儿啊。仙元剑。这渡劫之人，似是长庚。长庚只是伪装，难怪我们迟迟找不出他。你可曾见到那人真容？那是九霄神魔劫，我哪靠得近啊？但是我亲眼所见，长庚拿出了仙元剑。他离开熊岛之后，便立刻渡劫，想必是法宝加身，致他灵力猛增。如今他渡了劫，实力必定大增。此人若现在不出，日后定会成为我西仿教的心腹大患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得尽快夺走他手中的仙元剑。西仿教大计已布局1000年，二圣还等着我们开启东海海眼。说的容易，上哪儿找他的真身去？长庚第一次出现是在东海龙宫，东海龙宫进出只有一条路，也就是说，长庚的真身就在当时龙宫诸人当中。若不是龙族的人，那就是渡仙门的人。长庚这人是个可怕的对手，但他也有畏惧之时。他用这面皮，就是怕我们知道他的真身。怕，就一定有怕的理由。我们就把他畏惧之事挑开，让他露出破绽。你想怎么做？卞阁主，你不妨将这面皮公布出去，告诉所有人，那渡了九霄神魔劫的道友，就是长庚。
小王听说近日来仙子一反常态，四面树敌，连截教的兄妹都不知所以。如此看来，这些传闻都是真的了。这海眼之下，究竟镇压着什么凶手？哪来的什么凶手啊？刚才的叫声，你没听见吗？我没听见。浮生六道，尽都是些装疯卖傻之辈。仙辕剑，你说什么？当年玄陀大法师设下这定海神针，镇压东海海眼，大法师的法力可是在仙子之上啊，所以你破不了这结印，拿不走这定海神针啊。但仙辕剑可以。没错，仙辕剑是破解这结印的唯一法宝啊。仙辕剑在哪？南海，熊寨。仙子啊，迷途知返，为时不晚啊！哎，就算不为了你，也为了截教同门，更为了天下苍生。别跟我说天下苍生，你不配。区一根针，我就不信我拔不出来。好像士兵到了，谁这么多事啊？好大的阵仗！1000年了，你还是不肯安静下来呀？围住这个女妖，别让她跑了。跪下。小混蛋！竟敢算计我！总算赶上了。小混蛋，我好心救你，你却派人来抓我。仙子误会呀，我是在救你。救我？仙子，那不管是谁，那引你去拿走定海神针都是陷阱。就算你真的得手了，一定会遭到反噬的。可我说过，我不在乎。可是那三仙岛的人在乎呢，你得为他们想想啊。你怎么会知道三仙岛？行了，来也来了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这云霄仙子并非无情之人，她所做之事呢，也皆为身不由己。这一个人呢，做事若是身不由己，说明他一定会有牵挂之人。这既是牵挂之人，就是咱们月老的专业了。所以有请月老为我们找出云霄仙子所牵挂之人吧。这可能行吗？啊，他只是一个月老，他也就管姻缘司可以，他也就牵姻缘线可以，这事他管不了啊。非也非也，东木公，亲有血缘，皆是姻缘，红线呢只是主婚配，但我小月老可不只有红线呢，我还有黑的、白的、绿的、蓝的、橙的、花的、黄的、你的、我的、他的、大的、小的、粗的、细的。好的，帮你查啊。你仙子，你就想想，你要是殒命东海，三仙岛的人会怎么想？他们会多难过？可你知道，若我不这么做，
我又将失去什么呢？仙子，有的时候豪夺强取，那并不是上策。你是世纪卓绝之人，你应该能够明白的。明珠瑞士，结阵！这可跟我没关系啊！你强闯东海，火烧宝莲厅，该当何罪？你觉得我该当何罪呢？大胆妖女，当我东海无人吗？哎呀，仙子，不可莽撞！四儿，妖女住手！你别伤害她，你别伤害她。说，大殿下，就是现在！仙子，活下去，别被利用。大殿下击退了妖女！大殿下击退了妖女！大殿下是英雄，大殿下是英雄，大殿下是英雄，大殿下厉害！大殿下击退了妖女！这一切，莫非都是陛下的安排？陛下真是高瞻远瞩，惊天伟地，将一场兵祸消弭于无形啊！老奴就是再修1000年，也及不上陛下的一丝须发；再修10000年，也及不上陛下的一片鳞甲呀！孤没有设计什么呀？那个陛下，那真是鸿运所佑，天命所归，任何灾难在陛下面前都能逢凶化吉。只是老奴不懂，为何要将仙元剑之事告知云霄仙子呢？这冤家宜解不宜结，由他去吧。如此收场，正好正好啊！只是可惜呀，可惜什么呀？当然是可惜家人了。好家伙，他是鸿蒙初辟时第一墨彩云，是通天圣人最得意的弟子，3界最年轻的准圣。以这位仙子的天资气运，照此修炼下去，必能与日月麒麟受万方瞻仰。也不知他陷入了什么魔障，竟然横生戾气，自甘堕落。如何不让人贪买呀？妹子，妹子，妹子，可算应声了。去哪儿了啊？渴了没？困了没？伤了没？别人伤了没？大哥，你又开始婆婆妈妈了。小妹只是心血来潮，去胡闹了一番。又去胡闹？你又胡闹？你胡闹？你闹？你叫我一块儿啊？闹大一点。记住啊，以后切不可一个人闹，2个人且可闹。2个人不够，咱结叫人多，再叫点人吧。此事与你、与碧霄琼霄，还有结教同门都无关，只能我一个人去做。胡闹嘛，这么严肃干嘛？瘦了啊，黑眼圈也出来了。吃饭没好好吃。大哥，大哥，在这儿呢。哎，看不到我吗？大哥呀，你都碰到我了。大哥，你别来这套啊！这儿灵气稀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什么我满格什么稀薄。我听不见了。哎，别！难怪这小混蛋可以知道我的行踪。
小混蛋！大殿下是英雄！我要赶紧睡觉上天庭邀功，没事能一劳永逸呢。嘿嘿。哎，李长生，李长生，开门！开门，李长生！那别处的门都跟纸糊似的，怎么就你的法门这么厚实啊？哎呀，夜叉将军，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指教呀？还跟老子装蒜？你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知道？我做什么了？喝酒啊！咱不是说好了，你帮我摆平云霄仙子，我便陪你一顿酒吗？哎呀，将军，这一句戏言而已，何必当真呢？我白天有些累了，我想早点睡觉啊。不行，老子不爱欠债。今天这顿酒，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哎呦，将军，我想要睡觉。来，先干为敬。啊！你小子酒量可以呀，居然跟老子持平，面不改色。就这酒吧，喝来喝去都一个味儿，难喝。难喝你还喝这么多？这不是为了陪你吗？再说了，莽汉喝酒天经地义，老子白长这么凶残了。要是被那些鱼呀、虾呀看见我滴酒不沾，岂不惹他们笑话？这时间一长，也就习惯了，不就捏着鼻子往下咽吗？这倒是。这酒的好喝，恰恰在于它的难喝。世间有些事分那么清，确实也没什么意思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你小子，别看长得弱不禁风的，但是总是可以说出一些有意思的怪话。哎，要是人族都像你这样，那咱们之间也就没必要天天作对了嘛。这人龙矛盾本就是上古结下的，你现在来清算，肯定是大家都不舒服。龙王陛下也是这么想的吧？陛下的心思，你怎么知道啊？那不然，龙王陛下为什么要请杜仙门的人跑来龙宫和解，还让最敌视人族的大太子殿下来主导这一次和解，不就是想让他明白，这人龙和平来之不易吗？厉害厉害。那我也实话跟你说吧，本来大殿下是没准备把你放回去的。但是这一次啊，你在龙宫可是立了大大的功劳，大殿下已经答应了，明天一早把你送走。宝莲厅的东西，你要是喜欢，随便挑啊。夜叉将军，你对所有人都这么推心置腹啊？怎么，听不惯？不是。你就不怕你这么泄露军机，殿下会去踢你屁股？哎，这你也知道啊？老子毕生最大的心愿，就是为殿下挡上几刀。哎呀，我就是死，我也觉得值了。踢几下屁股算什么呀？多么朴实无华的陛下哈！要硬要说来，我还真是有一个理想，说说看。我想有个名字。名字？我们这些河津虾鬼的，原本是没有名字的，生来是虾就是虾兵，生来是蟹就是蟹将。我这个夜叉，也就是个饭场。